本节目由派瑞特音乐室注入卓越音效。艾玛妮娜，你们玩黑神话悟空了吗？是的，玩了。那你们觉得好玩吗？好玩，画面很好看，像孙悟空一样的枪面人除妖降魔的故事，跟《西游记》很像。对，里面有很多的神和妖怪，我们之前故事里都讲过，我觉得很亲切。哇哦，太棒了，你们都记得，太好了。知道吗？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原型《西游记》里也有李靖和哪吒父子出现呢。我们刚好讲到这里呢。是的，我们确实刚好讲到这里。在《西游记》里，哪吒父子肩并肩一起斩妖除魔，他们也是中国神话史上非常有名的父子兵呢。那哪吒和李靖是怎么和好又一起打妖怪的呢？好问题，妮娜。我是舍利，我是妮娜，我是 Emma。我们今天就来讲李靖与哪吒是怎么和解，并成为托塔李天王的故事吧。太棒了！上一集，文殊广法天尊拿出了遁龙桩，将哪吒紧紧地锁在上面，哪吒完全动弹不得。这个像胎猫一模一样。是的呀，真还让你说对了。天尊这么做就是想要让他冷静一下，好好反省反省。这个暴走小子平时的行为真是太放飞自我啦。那哪吒肯定气炸了吧？他就是暴躁小子啊。你说的没错，艾玛。哪吒果然脾气一上来呀，立刻就疯狂的挣扎，还一边大喊：“师傅，救命啊！”不过你们猜怎么着？师傅来了，可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直接转身进了云霄洞，根本不理他。哎呀，这下哪吒肯定觉得师傅人设崩塌了，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呀。哪吒那叫一个气炸呀，心里哀嚎：完了，这次彻底凉了，师傅真的不管我了。他还真以为自己被彻底放弃了，心里呀委屈的要命，小嘴一撅，眼泪哗哗的流啊。那后来呢？他不会哭到天荒地老吧？啊哈，哪吒再怎么轴也不可能哭那么久嘛。等他终于冷静下来啦，他师父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早就在洞里喝茶唠嗑，心里乐呵的不行。最后师父觉得哪吒也被虐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就叫金吒去给他个台阶下，把他给放了。这是有点心机。总结得非常到位啊，妮娜。金吒赶到现场对哪吒说：“闭上眼睛，不然还得多吃苦头。”哪吒一听，这回真乖了，立马闭上了眼睛。金吒念了几句咒语，金环和遁龙桩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哪吒终于得救了，但他心里的那股气还没消呢。一出洞，他立马踩上风火轮，直奔他老爸李靖的方向飞去了。哇，他还不肯罢休啊，这性子也没谁了。嘿嘿嘿，不然我真是的。他老爸李靖当时正骑着马，心里想着，总算搞定了，终于可以回家葛优躺一下了。结果就听到哪吒在后面狂吼：“李靖，你别跑！”李靖吓得魂都快飞了，赶紧掉头往山上逃。好在遇到了老大燃灯道人。燃灯道人出场了，他可是这片的隐藏 BOSS 呀！他真是个隐藏 BOSS。没错。燃灯道人微微一笑，看着这对父子对峙，然后淡淡的说：“
既然你们都不服，那就比划比划吧。哪吒和李靖打得昏天暗地，战况激烈。李靖的战斗力本来远在哪吒之下，可是现在却能跟哪吒抗衡了。哪吒越打越觉得不对劲儿，心想肯定是这老头在搞事。于是他突然掉头冲向了燃灯道人。那结果呢？道长有没有给他一个当头一棒？嘿嘿嘿，当然了，道长肯定是要惩罚哪吒的哈。他轻轻地挥了挥手，玲珑宝塔就从天而降，把哪吒给包得严严实实。哪吒这下可是真的慌啦，立刻哭丧着脸说：“道长爷，我错了，我认错。”看他这么怂，燃灯道人就顺势把他给放了，还劝他们俩父子和好了。看来哪吒终于知道社会险恶了。呀，社会险恶啊，这社会确实是很险恶。原来哪吒父子就是这样和解了。是的呀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就是他们和解的一个故事哈。最后他们不仅和好啦，还决定一起修炼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们的父子兵组合才在中国神话历史上成为了一段佳话。不过哪吒的性格真是太轴了。是的呀，他真是太轴了。哪吒还真是倔得六亲不认，但他最终学会反省了自己的行为，这也是我们要从他身上学到的哈。今天我们来学几个从故事里提取出来的词汇，这些词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，都非常的实用。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吧。第一个词是脾气 temper 或者 temperament。真是不错，谢谢。指一个人的情绪或整体的性格。哪吒的脾气呢，大家都有目共睹啦，一言不合就暴走。但这次呢，他学会了控制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不要让自己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第二个词是认错。Apologize for a mistake or admit one's mistake. 谢谢，说的真棒。哪吒最后乖乖认错了，承认自己错了。认错可不是丢脸的事儿啊，反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第三个词是轴，它是一个形容词。stubborn。是的，没错 ，stubborn。它是一个网络流行词，从东北及北京地方的方言慢慢流行开的，形容一个人的性格固执，死不认输。哪吒就是很轴，但最后他也是学乖了。以后遇到的固执的人，这个词儿我们就派上用场啦，对不对呀？六亲不认，它是一个成语。Ruthless and indifferent to kin. Bravo， 很棒。这里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小常识，你们知道六亲指的是哪六亲吗？所以六亲指的是父母、兄弟、妻子这6种近亲关系。连起来呢，就是因为某个人由于某种关系而变得非常的无情，连最亲的亲人都不顾及了。哪吒和李靖父子的故事就讲完了，我们的探索中国古代历史神话故事的脚步却远远没有结束。在商代末年那个动荡的时期，还出现了很多非常有名的人物，在中国后来的神话史中都有出现。这些神在《西游记》和黑神话悟空里有吗？哈哈，的确，在黑神话悟空里也有。还有谁呀？我好想听。那接下来的一集，我们就来讲一讲黑神话悟空游戏里商代末年出现的一些神，
比如说二郎神杨戬，就是游戏里把孙悟空的那个魂魄打飞的那个撒眼神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是他妮娜。当然，我也会试着讲一讲游戏里出现的其他一些神仙的起源的故事。哇，那我等不及了！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好奇的话，请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就请给我们一个 thumbs up， 并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们还想听什么故事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晚安，拜拜拜。原来这是师傅的高洁养成计划呀！高洁养成计划呀！高洁养成计划呀！我也想试一试。人能到人可厉害了。